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趙麗穎新劇片場照曝光，新劇拍攝花絮流出，趙麗穎演技獲讚，央視直接肯定專業度。趙麗穎的專業實力也讓人們重新聚焦演員的沉澱與付出。最近，一組趙麗穎新劇的拍攝路透照片在網絡上瘋狂傳播，迅速點燃了社交媒體。照片中，趙麗穎站在古城街口的夜色下，燈光打在她的肩線上，整個人仿佛從劇本裡活生生走出來。她的臉龐在風中顯得寧靜，但眼神裡卻溢滿了角色的情緒。這種強烈的反差讓網友瞬間沸騰。路透一出，相關話題連夜飆升至熱搜榜首，熱度像被點燃的野火一樣蔓延。更引人注目的是，央視文藝官方賬號在當晚發布了一段簡短點評，直接用了狀態極穩4個字來評價趙麗穎的表現。這種不繞彎子的認可，在娛樂圈裡投下了一顆深水炸彈，不僅凸顯了趙麗穎的專業實力，也讓人們重新聚焦演員的沉澱與付出。這次事件不再是簡單的粉絲狂歡，而是成了行業內外討論演技價值的焦點。拍攝現場的規模比許多人預想的還要宏大，工作人員推着軌道車來回移動，服裝和化妝團隊緊鑼密鼓地調整細節，趙麗穎則獨自站在鏡頭前，快速地將角色的氣質融入自身。導演舉起喇叭喊出準備的指令，他立刻像切換模式一樣沉靜下來，那種入戲的速度快得驚人，仿佛身上有個無形的開關。現場的風颳得很猛，吹得他的衣袂飄動，但他的眼神卻像定在原地一樣穩定，透出一股經過歲月磨礪的狠勁兒。這種專注不是一朝一夕能練就的，而是他多年來在片場一點點積累出來的。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段奔跑戲的拍攝，路面上鋪滿了碎石子，趙麗穎穿着長裙，腳下帶着實打實的力道向前衝刺，她的袖口被風吹得向後飛揚，整個人看起來像一張拉滿的弓，充滿張力。鏡頭緊緊跟隨着她的動作，節奏咚咚作響，仿佛能聽到心跳聲。她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拍攝，沒有抱怨勞累，也沒有要求暫停，每條戲都保持着一貫的水準。他的體能和專注度完全不像一個在娛樂圈打拼多年的資深演員，反倒更像剛出道時那個能拼盡全力的新人。這種持久的耐力，讓現場的工作人員都暗自佩服。動作戲結束後，緊接着是一場情緒戲。趙麗穎站在街角，背影看起來有些單薄，但肩膀挺得筆直。他抬起頭時，眼睛裡閃着一種壓抑着情感的詩光。導演沒有喊停，他就一直保持着那種狀態。那段沉默的表演比任何台詞都更有力量，把現場的氣氛繃得緊緊的。路透照片曝光後，網友們的評論炸開了鍋。大家討論的焦點不是他的妝容或造型，而是那種把角色熬出來的真實感。這種反響說明，觀眾越來越看重演員的內心戲和投入程度。央視的點評成了事件的關鍵轉折點。官方用狀態極穩4個字來形容趙麗穎，沒有多餘的修飾，直接戳中了核心。這不是在誇她長得漂亮或者流量高，而是在肯定她的專業穩定性。能被央視這樣評價，意味着趙麗穎在演員這條路上已經站穩了腳跟，她的表現經得起嚴格審視。這種認可在行業內引發了連鎖反應，許多人開始重新討論什麼是真正的演技派。在片場，趙麗穎的節奏總是比別人更緊湊。當其他人在調整燈光或搬運道具時，她獨自坐在台階上修改台詞，把每一句念得像在打磨刀刃。他的敬業態度這幾年從未鬆懈過，哪怕拍攝日程排得滿滿當當，他也從不喊難。那種耐力像鐵皮一樣堅韌，讓他能把角色塑造得越來越鮮活。
夜戲開拍後，現場氣溫很低，寒氣逼人。趙麗穎披着厚外套等待機位調整，但一直站着不坐。她反覆踱步，盯着對位點，把動作在心裡排練無數遍。燈光亮起時，她脫下外套，瞬間融入劇情，那種全身心的投入讓人忍不住多看幾眼。情緒到位的那一刻，整個片場突然安靜下來。趙麗穎抬起眼睛，眼神像被風吹開了一樣，角色的重量完全壓在她的臉上，那股狠勁兒不虛浮也不飄忽，真實的讓人屏息。攝影師喊收工後，她稍稍放鬆，但眼裡還殘留着未散的情緒。這種代入感不是靠技巧演出來的，而是長時間沉浸其中的結果。路透的最後幾張照片裡，趙麗穎坐在燈光下喝水，妝卸了一半，眼尾還帶着些許泛紅。她把保溫杯放在腿上，休息得實實在在。這個瞬間讓人意識到，她的強硬是骨子裡的，不是裝出來的樣子。她就是那種把戲扛在肩上，把壓力默默消化的人。收工時的背影留在巷口，趙麗穎提着裙擺向前走，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風吹亂了她的頭髮，她低頭整理了一下，繼續邁步。這種穩定成了新劇最堅實的底氣。網友的熱議持續發酵，評論區裡充滿了對演技的深度討論。有人拿出她過去的作品對比，指出她從偶像派到實力派的轉變。行業內部也掀起波瀾，許多導演和制片人開始強調，演員的專業度比流量更重要。趙麗穎的這次路透事件，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市場對優質內容的渴望。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實實，沒有捷徑可言。2. 為什麼說趙麗穎的演技巔峰是盛明蘭？這6場戲揭開真相，拿金鷹獎的底氣。你們有沒有那種劇，隔幾年就得翻出來重刷一遍？我就有，知否絕對是其中之一。最近又熬夜看了一遍，突然發現盛明蘭這姑娘哪裡是傻白甜逆襲，分明是步步為營的破局專家啊！而且吧，趙麗穎演的那叫一個絕，難怪能靠着這個角色捧回金鷹獎。先說說最戳我的一個場景吧。明蘭8歲那年，生母為小娘難產血崩，她光着腳丫子半夜衝去敲郎中家的門，結果還是沒救回娘親。那一幕，趙麗穎演的真是，我天！小孩那種絕望又強忍淚水的眼神，直接給我整破防了。就這一場戲，明蘭瞬間懂了，在盛家這種地方，善良沒點鋒芒，純屬送人頭。從此她開始裝傻充愣，連讀書都得偷偷摸摸，活像個小透明。但你說她真慫嗎？才不是。華蘭娜爭宴上，哥哥長柏輸掉聘宴，全家臉都綠了。明蘭突然站出來投壺，3箭全中。趙麗穎這時候的演技絕了，平時說話結結巴巴的小姑娘，拿起劍時眼神立馬鋒利的像刀，動作乾淨利落。這一下不光救了場子，還讓她爹盛鴻第一次正眼瞧了這個庶女。不過明蘭最讓我佩服的是她在幼陽老家處理舒蘭和離案的那股子清醒勁兒。當時舒蘭被孫家欺負得忍氣吞聲，全家都想着勸和不勸離，明蘭倒好，直接翻賬本找證據，硬是幫姐姐離了婚。她說那句婚姻不是女人的全部，忍辱負重換不來尊重，放現在都能當婚戀教科書了。趙麗穎演這段時，語氣平靜得像聊家常，但字字砸人心坎上。當然報仇那段才是真爽文劇情。明蘭試探他爹底線，一步步引林晴霜自曝罪行。趙麗穎沒演成歇斯底里的復仇女，反而用克制的細節，比如聽林氏狡辯時冷笑的嘴角，還有判決後指尖微微發抖的樣子，把那種多年隱忍終於釋然的感覺拿捏得死死的。但要說全劇高光，我的頭給張大娘子難產事件。明蘭聽說好友危在旦夕，瞬間想起親娘去世的陰影，
抄起劍就衝去張家救人。趙麗穎這場戲完全顛覆了之前的溫婉形象，眼神狠厲，台詞鏗鏘。昔日平明郡主可於萬軍之中突圍，今日我勝明蘭亦可護摯友周全。這一劍救的是別人，治癒的卻是自己童年的創傷。最後祖母中毒事件，明蘭徹底撕掉乖巧面具，家族想息事寧人，她偏要軟禁康姨母，硬剛王家。趙麗穎從餵藥時無聲落淚，到對峙時寸步不讓的強硬，情緒轉換那叫一個自然。難怪觀眾說，這角色讓她從流量小花蛻變成了實力派。其實趙麗穎本人和明蘭超像，非科班出身，早年被炒土氣，硬是靠花千骨楚喬傳一步步爬上來。接知否時，正午陽光找她就是因為戲好人穩貼合角色。結果呢，她真的把明蘭從隱忍到覺醒的千萬個細節演活了。前期縮肩膀低頭走路，後期挺直腰板眼神篤定，連台詞節奏都從怯懦變從容。對了，金鷹獎領獎時她說，這個喜愛承載了更多期待。我覺得吧，明蘭那些藏鋒守拙的智慧靠己立身的清醒，何嘗不是現代人的生存指南？就像劇中那句眼睛常在前面，本就該向前看，但問題是，在如今這世道，咱是該學明蘭的隱忍，還是直接掀桌？